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二位是第一回到扬州来吗？您给介绍介绍。哎呦，这扬州可是好地方。您一看就是老扬州啊。老说这个里九外七皇城寺，我这还是北京的词儿。这是我们本地最好的老浴室，扬州浴室。哎呦，师傅，我不收你。隋炀帝陵遗址公园，你好啊。今天就要我给你们做义务讲解。对了，我考考你们。问他，问他，我一下子就要被问住了，怎么办？扬州现在可能是处于100年来最好的时候，脸上都洋溢着就是那种很幸福的那种笑容，邻里的关系还在。对。其中时空穿越给我选呢，我希望回到明朝的扬州。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啊，龙舟！哎呦！这个扬州人太会玩了，不得不说。哎，补水到喽！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我们来找谁啊？严老板呐！哎，这不是已经在这等我们啦？哎呦，严老板的豪车！哎呀，我以为你开着那个摩托了。坐不了咱4个人，我专职司机。来。哎呦！严老板有这种车了，我就明白你不结婚的理由。对，这车就不是给2个人啊，2个人准备的车。以车为家。那你的车都开到过很多地方了吧？我本来想开出国去，但是还没有出去过，但是国内我去过，基本都去了啊。对，这种主要就是无人区那种重装穿越比较太好了。对，西部啊，对，去三吴啊、可可西里、阿尔金山，然后羌塘啊。我们本来今天想去那个克里亚古道来着，西藏一直穿到新疆那边。那你也是一个人开，还是有车队？克里亚古道这种还是得有2、3个，得2、3个队，不然太危险。对。哦。这个镇江这锅盖面你们吃过吗？吃过呀。镇江有3大怪嘛，那时候我20年级时候就跟我说，啊，他是煮面时候这锅盖就在那里边泡着，锅里面是吧？对。还有另外2怪是啥？还有烧肉啊，对，要咋说来着？什么肉什么这那我忘了咋说了。是有这个说法。对，还有醋，镇江的醋。还有醋，对，感觉这3个是配套的，来碗面，一碟这个烧肉，再弄点醋。我们这走的就是镇江的江边，对吧？哎，这是我第一回来镇江玩的地方，20多年前第一回我也是来这儿啊。我说相声赚的第一笔比较丰厚的演出啊，跟我师傅20年前就是来镇江商演啊，是我第一次，就是跑码头赚钱说相声，就是来的扬州镇江这个码头，不是1场150那种了。对，就是挣钱的演出。哎，这是你的福地啊，是我的福地。咱们这就要过长江了。我们是要把车开上船，对吧？开上的7渡。我上回坐7渡是我摩托车坐7渡，在那个雷吉克海峡。哎呦！我之前那个桥修的时候，我还听说一个故事，因为这边是镇江，那边是扬州嘛，原来叫镇扬大桥啊，但是扬州觉得不合适吧，对吧？所以就改了个润扬大桥。哎，这个我觉得挺巧妙的，拿了润州这个古称。对啊，他们后来说润扬，这对扬州也好。对呀，它叫润扬，大家都好，双赢。其实蛮快的，开的哈，很稳。对。这哪是北固山啊？这儿看不见了已经。这儿我看一下，哎，为什么已经看不见了？都比较矮了，有那么远吗？这个地方有那么远吗？反正就是在那个位置。按说没那么远。
这里就明白为什么那个王安石写进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你看往这边没有山了啊，往这边几座山就到南京了嘛。可是后面我觉得那2句才真的精彩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对吧？我们已经到了，到了啊！乖乖老味道，就这炒大炒。坐船从京口来到瓜州渡，走运团这就来到了扬州。对于大运河来说，扬州的意义可不一般。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从这里开挖了邗沟，隋唐大运河一开始也是修到这里，扬州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哇，到了嘛，瓜州古渡。瓜州古渡。水很清又宽，对。哎，但是水好像是往这边流的，往江里流。哎，对了，在黄河夺淮之前啊，是长江的水位高。哦，这一段运河呢是从江往淮安那边流的啊。但是呢，黄河夺淮以后，因为黄河泥沙特别大，把那个淮河那边水位越抬越高，就变成那边的水位高，而长江水位低。所以这些水呢，很多都是淮河水。淮河水。淮河水呢，在它填满运河之后，用不完的继续往长江里面走。淮河水也就是运河水了。进长江的通道有好几条。最重要的是东边挖的一个夹江，就是专门让这个淮河水，对，运河的水流到长江里面去的。哎呦，合江口。合江口，对。哎呦，周老师，韩老师，对，来，大家好，我是周奎，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从小就在大运河边长大的，所以今天回到家乡来做飞行嘉宾，也很高兴能参加到走运团当中。那我就带各位老师转一转啊，好不好？好，我们往这边走，对。就是扬州其实是大运河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大运河的叫原点城市，因为大运河的第一锹就是最早的这个邗沟，就是从扬州开始挖掘的，对。然后到现在呢，也是京杭大运河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它也是文化遗存最丰富，同时也是活化利用最好的。因为我们很多生活空间的调动，这个听张老师到时候的专业解释哈。城市规划突然被 Q， 它整个城市空间其实就是因河而兴，因河而建的，对，所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城市。而且扬州在历史上，因为这个渡口啊，咱们在的瓜州渡口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渡口其实是古代很多重要的王朝和个人的抉择时刻，对，是选择南去还是选择北望北上，所以瓜州古渡既是一个地理的渡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人生的渡口啊，我觉得是的。前面有诗歌长廊，我们去诗歌长廊看看。各位老师看啊，这有6个扇面，分别写着扬州慢和古今韵。各位老师，根据你们对于扬州慢还是古今韵的理解，你们可以每个人选择一个扇面，选择相同一组的，咱们就自行成对了。OK， 各位老师来挑一挑。哎呦，这既然要掉，这叫他在挑你，这叫老天示意。我还真是特别喜欢扬州这个慢生活，所以我就扬州慢。我性子太急太快，我就选这个吧。古今韵。那我接着马老师。我也是急性子。我来选古今韵啊，古今韵。我也选扬州慢吧。哟，那你看本地人，还是你看本地人就会挑。我们还有一个神秘嘉宾晚一点加入我们，所以他就自动选了古今韵了。严师傅，哎呦，就此告别。好，来。
往前走。好，去那个水包皮包水。好。二位是第一回到扬州来吗？你给介绍介绍。哎呦，这扬州可是好地方，您一看就是老扬州啊。那我跟你说，你要不做我这个，你都听不着。对。老说这个里九外七皇城锁，我这还是北京的词儿。介绍成北京胡同了，穿越了感觉。祥子在北京当祥子的愿望，在扬州当了祥子。得嘞，二位您到了。得嘞。我们进去吃饭去来，已经闻着烫干丝的味儿了。有烫干丝、煮干丝。这干丝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正宗不正宗是怎么看的。你在北京吃的干丝，它都是豆腐皮儿啊。扬州的干丝它就是干子现切的，非常薄。就看这一个，你就知道这家淮扬菜是不是正宗店了。一般刀工在扬州学厨的话，第一个就是学削干丝，得削得非常细。它才能把汤汁儿跟它的那个表面接触面更大嘛，所以它更入味儿一点，因为它本身不吸味儿嘛，对吧？哟，咱们来了，好家伙，炒饭，好炒饭，对，干丝，对，烫干丝，对，是汤包，汤包，有什么顺序讲究吗？没有讲究啊，随便是吧？直接来，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这好，比较地道啊，这个。这个是我们正宗的皮包水，这才是皮包水呢。对，这是先拿吸管喝这汤的。啊，对。两位老师知道为什么叫皮包水、水包皮吗？这不就是皮包水？皮包水啊，就是水往身体里装，还是身体里往水里面装？这意思吧？所以说扬州人对于河的关系和水的关系非常直给，就是皮包水和水包皮两种。叫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我们骑摩托车是摩托车肉包汽车铁包肉。对。隋炀帝陵啊，遗址公园。老师们好 ，Hello， 喜爱一下。大家好，我是上官喜爱，我是一名歌手。其实特别想来这个节目，学习到更多关于大运河的知识。我觉得可能对我日后的音乐作品创作方面会有一些帮助。走，老师们。这个雕像好像在欧洲一些地方，拿破仑纪念铜像，就是这个造型。就是这种。好帅呀！说他很帅，这是真的。史书上说他叫美姿仪，就是姿色的姿，不是这样美的。我以为是哦。他应该长得颜值比较高，长得帅气，但是他的仪态气质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气非凡。对。老师，我有个问题，他这个雕像下面的这个字为什么没有隋炀帝的炀？怎么不丢啦？对，刚才有。因为隋炀帝的炀呢，这是他的谥号。大人物去世以后呢，大家往往根据他一生的表现，要给他一个字。这个字呢，等于对他的盖棺论定。这个炀呢是一个负面评价啊。书上讲叫去礼远众，曰炀，就是他做事非常荒唐，不按规矩做事，然后呢众叛亲离。我们进去吧。这个遗址公园修的呀，应该是隋炀帝死后最风光的时候了。欢迎你们来到隋炀帝陵博物馆。我是小石头，今天就要我给你们做义务讲解。小石头是小学生是吧？是的。几年级啊？5年级。5年级了。那来这边当童工做了几年了？几年了？是童工。你超过你的台词你就讲不出来。人家是志愿者，好吧？真的。这里呢是一幅运河古卷。隋炀帝开源河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南北的交通。
但是它耗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给老百姓们带来了灾难。唐代皮日休的一首诗《汴河怀古》说的隋炀帝修大运河这件事，晋悼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电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这首诗就是大家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这条河，对吧？是的。至今千里赖通波，就是到现在呢，这几千里地都要靠这条河流来运输。隋炀帝开运河确实增加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扬州这个地方，以至于后来盛唐时期的杨义二，都要归功于大运河。对了，我考考你们。问他。我告诉你，这学问担当是他。来回答他。我一下子就要被问住了，怎么办？你考吧，小石头。杨义二的杨是扬州，那么义是哪里呢？益州排第2，益州是哪里？老师肯定教过的嘛。我告诉你啊，老师教过的事情，毕业之后全部忘记，考完试之后都会还给老师。《出师表》开头就讲了，今天下3分，益州疲弊嘛，对不对？益州在这里应该指的是成都吧？是的。他回答对了。我可以得几分？谢谢老师的回答，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老师，我来考考你。老师们，请再跟我来。好。你不要再问我们问题。没事，尽管问。我们压力很大了，我先走。我也很紧张。如果他问了我不会回答的问题，明天那个就会说历史学教授被小学生问倒。这里呢是讲隋炀帝江都宫变的地方。隋炀帝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伽罗的次子，他的哥哥是杨勇。他在公元581年被立为晋王，开皇20年被立为太子。仁寿4年7月继位，在位期间也做了很多功绩。在大业14年，其部下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宫变，隋炀帝被弑杀。隋炀帝呢，他还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呀，因为他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好嘛，他就拿这个镜子照一下自己啊，他说。好头颈啊！就我这个头这么好，谁当着之？就最后会被谁砍下来？我有同感。每次照镜子，我有同感。来，感谢老师们的聆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就结束了。好的，给你握个手吧。来，辛苦你。谢谢小石头。好，那拜拜了，拜拜。这幅长卷呢，就是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1次南巡时候的场景，相当于是一个当时乾隆下江南的纪录片。纪录片是这个概念吧？对吧？是的，是的。我们大家可以来在图片当中找一找乾隆皇帝他在哪儿呢？乾隆还在里边。是。你先看那骑马那几个人。这要是这么半天还没找着皇上，这画师已经杀头了。就是一说就应该马上能找着啊。在这儿呢，有列队欢迎的，一眼就能看见。其实帝王身份的象征就是这个华盖。华盖。其实古代这种帝王的出行，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这些记录的工具和传媒工具，都是靠随行的画师跟着一起走。包括像法国国王出去打仗，都得带着。宫廷画师跟着一起回来以后，经过他们的后期的加工以后，都被镌刻在瓷盘子上啊，包括地毯上啊，来彰显这个皇帝的英明哈。回来还得 P 图，那现在呢，在我的手中有6件文物的选题。接下来大家可以选择你们感兴趣和喜欢的文物。接下来要大家展开一段各具自己特色的一段讲解活动。
我们是一人挑一个，还是一起挑一个？一人挑一个。一人挑一个，OK。挑一个。那我能挑这镇水兽这个吗？我觉得那还挺可爱的。那我就铸霸工具得了。我选这老卞和吧。行，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各位了。啊，不是我们给谁讲啊？有人听吗？有游客啊！大家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热情都是非常的高涨，已经迫不及待了啊。哦，这像卖艺的，这是您本行啊！你这直接开专场了。我们也没在博物馆撂过地，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前往到茶室，好嘞，就开始准备吧。好嘞，谢谢。好，谢谢。不过刚刚那个石锅上面那几个包干嘛的还没讲？哪个？就是我们那个石锅不是有那个形状的有尖儿那些东西。这个是它有的是尖儿，有的是凹。对，怀疑它是不是可以嵌在一起？没事，您要讲明白，你就说这个问题呢，留给大家，你们好好想一想，您猜一猜，对，大家究竟是干什么的呢？我主场就我说是吧？好。主场谁说？哦，我的主场。好，各位游客朋友们啊，我们马上1分钟之后，在这里会有一个对于老卞和的剖面图的讲解啊。1分钟之后马上开始，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先往这边凑齐一点啊。对，可以走近过来看一看。过去我们在天桥，就有那种专门是让人都过来的招。哦，是不是？对，就是打架。咱们来试一下。夸我踩脚，咋我踩脚？这怎么了？走路你不看？这没长眼睛脚上。嗨，我为什么踩你脚啊？今天啊不踩脚，咱还来不到这个讲解。就因为踩了这个脚，才走到了这个角落。得嘞，咱们开始啊，各位朋友，大家走到博物馆里头，很少有一件文物啊会让人家觉得很壮观的，对不对？所以你看，扑面而来的历史感，这个就是老卞和的一个剖面图。整个这一面墙都不是在扬州发掘出来的，是从开封发掘出来以后，把它运到了扬州，就是因为汴河和运河和扬州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整个一个土立方的它的特点啊。首先看线，白色的线勾勒出来的其实是考古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叫地层学，把这一个巨大的剖面分成了不同朝代的层。再看竖的这个轴的这个线，这个线其实就是时间线。开封古城在历史上因为战乱呀、洪水啊，被埋了淹、淹了埋，重新再建造，所以它是层层堆叠。从历史上隋唐开始，唐宋元明清，从1楼到楼顶。整个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横截面，它又像一本打开的史书，能够向你娓娓道来中国各个朝代的兴亡，同时它又像一个历史的年轮一样，能够让你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历史上在这条河上的文脉、商脉和血脉的传承和延续。大家非常直观，可以从唐宋元明清看到各个朝代。第一个，看它的宽度不一样。第二个，里面沉积的古代的文物不一样。虽然因为战乱，因为黄河的泛滥，让开封城在过去的1000年当中不断的兴亡，但是中华文化的这个血脉从来都是生生不息。在这条河上流淌着的这些行商的人，去求学的学子，以及这种文化的交融，就是我们今天传承大运河的最重要的价值。谢谢大家，我讲解完了，谢谢。谢谢。再来一个。哎，我呀。哎，这个河究竟是这么流抛下来的，还是侧面抛过来的？您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我建议您可以去自己研究研究。
我们还有下一站啊，下一站将由张家金老师讲解啊。好，我是运河讲解官、建筑师张家金。好，那我想用大概一个画简图的形式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石卧、石碾、石滚的一些用途。大家知道，河堤的建造呢，它最脆弱的是它的基础。那我们就会用我们的石卧呢，先做初步的夯实。初步夯实之后呢，第二步呢是打桩。我们就会把这个石卧呢，可能摞成3、4层，由更多的工人呢再拎起来进一步的敲击。这个常年处于水下的木桩是不会烂的。那么这一步做完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石块，根据这样的一个形式呢，这个就是垒在了第一层这个岸堤。在最后一步呢，填灰土，是混入石灰的土壤，然后用我们的石碾和石滚呢进行碾压，然后最后形成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防水的一个堤岸。这都来自于清代。这是大概是清代、明代都有，有点像石碾。对，它那个石碾呢，就是把一些块碾碎；石滚呢，就是碾平。谢谢大家，专业。好，感谢。好，说不懂。好的。我们稍后下面还有一站，大家可以接着跟着我们的走运团，跟我们一起走运吧。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展位，可以说都是我们这个大运河博物馆的几件重器，它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治理水系的方面，它的一些镇水的文化。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啊，我们小学时候都看过课文，有一个课文叫《捞铁牛》，我不知道大家记着没有？那个就是黄河流域镇水的一个文化。这2个字念八下。它是一种镇水兽，八下这种东西呢，它生性比较细水，所以说当有水患的时候，它可能会把水吸走，让这个液面比较降低。其实你发现吗？不同的地方，它不同的八下，这个塑造的造型有很大区别。其实这个也反映出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点啊，我觉得跟它的经济实力也有关系。北京啊，现在刚刚申遗成功的中轴线上也有一个镇水兽。您到万金桥桥底下有2个非常精美的，就是这个八下，那个就是当年也是大运河水系和现在中轴系水系正好交界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治水的神兽，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我认为其实如果在中轴线上说雕塑的东西，石雕来讲，那个是非常精美，大家以后去北京不要错过这个景点。看我们在下边，这还有一个镇水的神器，这是一把镇水的铁的宝剑，非常的壮大，特别像孙悟空的那个定海神针，你知道吗？谁能拔起来？但是这个是没有人能拔起来的。要能拔起来的话，证明水患可能就应该又来了。这是一个什么动物？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犀牛。哎，对，您说的非常对，这就是当年在中国开封做的一个镇水的一个犀牛的一个造像。你发现它的这种状态跟模式，就能反映出，就那时候的犀牛一定吃的不错，圆润。你要把我跟这犀牛放一块儿，可能也分不出来。看到犀牛，我们还要注意啊，犀牛这个东西的犀角，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蛋白质，没有任何的药理跟药效的功能，它就是一个野生动物，我们要保护这个东西啊。这个应该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铸造的铁器——铁吼。我们小时候学艺的时候，管这就叫沧州的铁狮子。狮子这个东西啊，列位，确实不是原产于中国，狮子是原产于中亚，包括我们狮子这个词儿也是来自于波斯语。它的这个造像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鼎，我看资料啊，里边它还有3个字儿，写的就是狮子王。不是那个狮子王啊，是当年这狮子王是我们，对我们原产就有狮子王，可能那个是剽窃我们的。有机会吧，大家到沧州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东西，非常的壮观。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讲解的关于我们水系上的一些镇水啊、治水的一些文化。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过关了吗？过关了，很棒，都超额完成。好，可以，人还挺多，那比想象的还行。
好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讲解考核也是到此结束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完成这一次精彩的讲解，这也是作为文创礼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嘞，谢谢。哎，两位老师，咱们白天皮包水，晚上咱们得水包皮了啊！就是过一把扬州人的日子。这扬州最早的也是最传统的那个澡堂子浴室，我听说这个。这是我们本地最好的老浴室，老字号扬州浴室。走，请带你们感受一下这家浴室，绝对是我们扬州这个老字号北浴室。来。这个帘子然后关起来是聚气的，这个保温的。走，对，带你们感受一下啊，熟悉的味道又来了，民国的风范啊，绝对是百年老浴室啊。嘿，怎么样？可以的，真好。嘿，哦，这走道宽敞吧，有一种酒池肉林的感觉。这真是老的民国。对，这个风格是的。其实现在家里能这么装，我觉得也挺好看，其实也挺好看。对呀，但是真不错。来，哎呦嚯，怎么样？哎呦，好，不错，真好，这下牛了，对。就是每一个人一个这个躺，一个躺，对，躺着。多舒坦，挺好，多舒坦。扬州的浴室，老浴室啊，这个号头归号头，它还分呢，它不叫1、2、3、4、5、6、7、8，哦，叫什么呢？雷霆4号令，星斗换文章。这是他的行话，他的行话。哎，这跟我说相声一样，就单有各行业说1、2、3、4、5、6、7、8、9、10，说相声6月汪斋中，身兴张爱居。哦，怎么样？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因为数字是最重要的啊。钱牵扯哦，哎，也属于加密的。怎么样？我们脱衣服，来下去。那我们就开始洗了。脱，行了。我们还是到个包间。我们这开始洗了，怎么还拍呢？别拍了，别。我在全国各地搓背，我说我一定到扬州本地感受一下正宗的搓背。哎，服务员上水，再喊2个那个修脚的，还有那个上水，就是拿一条毛巾把身上汗擦一下。上水。哎，我这躺着是吧？躺着是吧？因为没修过，不懂。这样吧。好嘞。小兵，敲背，我们扬州话叫拷贝。拷贝啊。嘿，挺好。杨老师，我告诉你啊，刚才他就是按了几下，我们扬州都有这个上面啊，都有名称了。怎么称呼呢？这叫？他10个指头，在你肩膀上，按了一下，敲一下，叫什么？叫什么？弹性点兵。弹性点兵。他为什么这个一只手在你身上，一个方位一个方位？这是一个成语，叫什么？推波助澜。哦，还都有吉祥话。这叫喜鹊登美。好。这叫把个洗澡。你晚上看他那个脸上表情啊，肯定把他拿的呲牙咧嘴。好。扣麻筋了，撞车特别像。哎呀，不行，师傅，我不受力，你受力。怎么样？好，不错。哎呦，喷出来了，你看。就要把你那个肚子里面有一些什么泡肠子，狂嘛，这叫什么？口出狂言。这口出狂言了啊！我还以为这叫龇牙咧嘴。这叫口吐芬芳。你按过了之后呢，头上呢还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小汗珠。这叫啥？给起一个，这叫什么呀？这叫大汉江山。怎么样？
这个瓜角啊，就是我们扬州话这个叫肉上雕花。肉上雕花。啊，听着挺疼的，其实不疼。有点紧张。看起来有点害怕，对，看起来有点紧张。其实你们尽管放心，我们扬州这个修脚师傅啊，绝对是你。这个修脚应该是什么意思啊？古时候也没这个玩意是吧？它有很多做苦力的。古时候船上的这个搬运工啊，他这个，哎呦，很累的，很辛苦的。没有鞋穿，都穿的这个草鞋。这个久而久之的，这个汗就浸在这个脚上面。因为我们这一带都是水期嘛，就水网地带。发生一些什么细菌啊，哎，脚上就有毛病了。有毛病了，正好就到浴室里面烫一下脚了，能够修个脚啦。久而久之，形成扬州的这个沐浴文化，啊。梁是从扬州一路北上到北京，到通惠河卸下来，其实一路都是重体力活啊。对，这些什么泡澡这些文化，其实是洋化，更是俗文化，就是给这个底层的劳动人。对。师傅，你哪人啊？我觉得你长相好像有少数民族的那个感觉。祖上是不是什么西域过来的？不是可能。人家祖上是波斯的。真的有可能。对呀。我们扬州话不是有一句话吗？叫波斯羡慕。波斯羡慕。哎，就是臭显摆的意思是吧？就是显摆。哦。唐代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相当于国家的外交部。波斯啊，到我们这边要办个这个手术，懂吗？手续办完了，有宝贝啊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在我们扬州这边献过去，就波斯献摆。当时扬州还有那个波斯人的社区，他们自己住的聚居区，所以真的有可能留下来好多后裔。对，真好，真好，真好。哎，倍儿舒服，真好。这个那个呢？好，特别好，特别好，谢谢您，谢谢您，您是真厉害，真厉害，好手艺，好手艺。好，谢谢。好。哎呀，这个脚轻松多了。本地扬州人天天都得来，天天跑。有一部分。像我呢就习惯了，我就喜欢洗这个老浴室。我感觉就是有空的时候来洗一把，出汗，蛮舒服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消费不高。哎，是的，就是一天12块钱，不限时。不限时。他早上几点开门的？有的喜欢洗那个清汤的，头澡的，有年龄大的，哎，他10点钟就吃中午饭了，吃完了11点就到这。这些人洗澡呢，洗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进去，相当于我们扬州话叫什么？跟水亲个嘴，对吧？洗过上去，人就没了。能够真正洗澡的，就是吃完饭之后，一个哎，今天澡还没洗呢，我要到扬州去洗个澡啊，懂吧？晚上到几点关门啊？12点了。12点就关了，甚至不止。哎，杨老师啊，张老师，这个我们差不多嘞。我们扬州话有一句话叫什么？回笼澡，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就到了。走，就回锅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走运团来到了号称晚清第1园的私家园林河园。这次的开运会有了一点新花样。咱们这个2个走运团终于汇合了，在这个河园。然后这回我们这团特别有意思是，还扬州的本地的周老师带我们来。是的。我觉得这样吧，咱们这个也别干吃干喝，宴前无以为乐，咱们做个游戏怎么样？行。昨天我们逛那个街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有意思，它有一个挂着好多那个灯笼，然后上面写着扬州本地话的，让我们猜。然后我们跟周老师还学了几句。2位老师看看这个灯笼上面的这些字儿哦，这扬州话的字儿。这莱丝是扬州话。莱丝就是可以的，老来塞个。哎，来塞是这个厉害的意思。哦，莱丝是厉害的意思。这跟上海话有点像。对，小包子，就是小孩很淘气小子。这扬州话4级，这是6级。抓是啥意思？抓不会是做啥吧？还真是抓，就农主杀，
说快了，煮啥抓抓，就是你做啥的意思？做啥干啥抓啊，就跟你北京话装电台，装电台胸式哦，是的。你们有学扬州话吗？这次？没有啊，有吗？有，感觉我们有优势。好点不公平啊！既然我们学的，你们没学，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他当考官，我们俩人，你们仨人。比试讲扬州话，比试扬州话。比试普通话，我们这一组就要输，还要比试扬州话。什么话你？我们同一条船啊！是，好，不要这个长他人锐气，灭我们自己的威风。就是嘛，来，咱不能白赌啊，咱得挂点彩呀。可以，对不对？我觉得你们有什么2天游玩的拿出来的什么奖品？有，我们有。我们这回拿好东西特别多，来，把我们的那个宝贝都拿上来。来，宝贝，先展一下我们这奖品，您看着这是一什么东西吗？粮仓娃娃吗？哎呦，可以，这是那个大运河博物馆的那个吉祥物哦。它有名字吗？就叫苍苍，苍苍可以啊，随苍苍，随苍苍，真是当时是国富民强，你看这个粮仓都挤成这样了。我们还有这是我们扬州四景的冰箱贴，这还真做的特别精美，这个真好。哦，你看这写着呢，适合6岁以上年龄玩，咱们都可以啊，咱都可以。勉强过。我能看看你们这个？我们有一个，你们猜是谁？这是个企鹅吗？这是？这啥呀？专管你这个隋朝粮仓的。哦，隋炀帝呀。隋炀帝啊。哎，什么？这是我的最爱，隋炀帝时代留下来的榴弹。扭蛋机啊！我的最爱，我到全世界任何城市一定不会放过它的。来，谁还不是个宝宝啊？来吧。来，是什么？哎，不错，还真是这样。真的是隋炀帝。哎，隋炀帝不错。一下就流出来啊，几率不高，都被我们很幸运，我们走运团嘛。咱就比试几轮，可以啊。最后总成绩呢，谁要输了，就把自个儿准备的这个礼物就送给别人，给另外一组。好不好？好。来吧，放马过来，那就开始了啊。咱们就是扬州话4、6节考试，马上开始。题型分2种，很简单。第一种就是名词解释，第二种我会说一句完整的句子，看你能不能翻译出来，明白好不好？名词解释啊，第一项 ，desk， 英文啊 ，desk， 桌子，不是，第2遍啊 ，desk， 我想试试，来吧，尬呀，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完你就扣1分。哎，不行，这能扣吗？不能扣的。哦，好。哎，刚才这个行为就是 desk。伸手，抢过来，小偷，贼。这都是对您的描述。这我感觉在利用回答在进行人身攻击这事儿。手是肯定的了，伸手吧。其实跟手没有直接的关系。开始做某事儿。动起来。对，公平的讲，我觉得都没猜对，公平来讲都没猜对。就是扬州市全民运动会100米就是呆死。你要听不懂，你就那什么，就待在原地了，手在这儿了。对，第二个词儿，特神，反正肯定是个神，后面这个字儿，跟神有关系，肯定是个神。你瞅什么？这更用东北话解释扬州话，这纯粹是蒙啊！这是名词还是动词？它是形容词，形容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精神。哎，有点接近了，漂亮。还是有一点点。我造个句吧哈，说这个小孩他做一件事儿非常的特神。应该是利索，很懂，很。哎呀，
可爱。不是，肯定不是。他是个神情的状态，肯定是这种。小孩做事非常的透神。手拿把掐。手拿把掐是啥意思？差不多，哎，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做事手到擒来。就这个人做这个事情就很擅长。是的，你答对了。哎呀，到底是东北话，果然东北话可以解释扬州话。都是东北人，我差距怎么这么大？第三个词儿啊，第三个词儿有点意思，可能跟历史有点关系啊，先提示一下。历史，那得东北历史学家才行。历史叫济州，济州我知道，济州岛。嗨，滑头。不是，它一般不来形容人，是用来形容事情的。它和中国古代的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有关系，这两个人一个叫桀，一个叫纣。哦，桀纣呀，就是坏人，坏的不能再坏。哎，两个昏君。哦，那这两个就是桀纣这两个字。没错。哦，扬州话这么有学问呢？是残暴，不是残暴，啊，就是不妙，大事不妙了，要坏菜。你们都答对了，就是这个事情要 BE 了，要 bad ending 了。哦，要 bad ending 哦。哎，这个事情要接走了。以后我就是东北历史学家了。哎，那这一题打平啊，他们两个都对啊。哦，完了，咱们的成绩非常的节奏，非常节奏，不要带节奏啊。下一道题，驾驶，驾驶。我们写是写这两个字啊，写是这个。一般它有一个非常准确对应的英文单词，是指两个人在街上碰到会说的一句话，或者是要有点有求于人的时候会说的一句话。还是基英语单词很准确。就借过一下。Pardon me， 马老爷 ，Excuse me，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Excuse me， 借过。哎，他上来每一题你都找一个英文单词来配啊，这样王老师优势就有了。咱们现在几比几了？3-1。可以停止了啊，咱赢不了了。还有一道大题，那也扳不回来。这个一道题是10分是吧？一道题算10分啊。好，一局扳平。看一下啊，这道题厉害了啊！我会说一段完整的扬州话，请你们猜一猜。这难度更大。你只要能翻译出70%以上的正确率，我就算对了。明白了，好不好？你说。好，开始了啊。我来搬个小耙耙，嘴头顺道听你讲，那神了。我勒个老天奶呀！我知道，我先尝试一下，就是小耙耙是小板凳。对。我得搬个小板凳，然后怎么的了？我后面想不起来了，怎么在后面再说一下？我要搬个小板凳坐来听你讲，你讲的真不错。你自己这个语气都有点儿，要没有最后一句还挺好。说到最后心都虚了。马老爷，你把我的小板凳拿走了，那你坐了我坐个屁啊？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太像人话。也不对，也不像人话。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哈。前半句都说对了，我来搬个小耙耙，就是我搬个小板凳来，嘴头顺道就是嘴里吃的东西。哦。听你讲，listen 就是 focus， 注意，集中精力。哦。这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我搬个小板凳来，嘴里一边吃着，今天晚上我就听你们讲着，我会很认真的听。啊，这听得入神。哎，入神了 ，listen 了，入神了。listen 了。扬州话是这考试结束了。等一下，谁赢了？哪一组赢了？好像你们赢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我谢谢，拿来吧。那个，来，哎呀，这个特别可爱，特别可爱。所以这叫什么？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以。哎呀，来，咱跟这扬州人逛2天。白逛，结果哎呀，不是这个，在我听完全跟外语没有区别，我这一点都不行，听不出来。可是现在在当下哈，普通家庭会跟小孩讲扬州话吗？我觉得可能他们现在越来越多还是普通话教育，在学校里头至少是这样。对，但这问题在长三角好像都一样。就是我们在上海也是，就觉得好像就有点可惜。就是以后可能2代真的就没有母语。是的，这有可能的。
特别是里头，比如说刚才说的接州这种，其实它包含着非常丰富语言文化、语言文化在里面。其实你说是成语都可以。是的，对，怎么不能有2字的成语呢？对的，对的。扬州话还有一句话叫“假嘎马嘎”，就是贾家还是马家的。假模假式。你凭什么假模假式的？你是贾家的还是马家的啊？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贾家和马家他们就可以假模假式那么厉害？相传的故事是，扬州10日以后，只有2个姓氏的人被留了下来，一个姓马，一个姓贾，去做善后事宜。所以扬州城的理论上只有贾家和马家是最厉害的啊。所以再厉害，你在扬州能有贾家、马家那么厉害吗？我姓马啊。哎，对，哎呀，最厉害的马家。哎，说起我们去紫罗兰啊，他们2位就去被改头换脸，我们就去体验扬州3把刀。其中一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怎么讲呢？我在这儿修完面之后，我以后每次在刮胡子都会想起来，我在扬州修那一次面是多么的完美。紫罗兰，哎，喂，我们来看看这紫罗兰出名啊！哎呀，各位师傅是吧？你好。哎，我带了2个老板来。啊，好。我们今天有一个任务哈，给这2位改头换脸。这一位呢，我们希望他变成宝总。哎呀，这个难度有点大。我们希望他变成王菲，他是非常出名的歌星啊。对。我们这个3把刀，第一把就是梅花刀，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手法。你见过这种？真的没见过，朋友们，40、50年的吹风机，哇，烫！不是，我头弯了，没有看。对，天哪，我很凉啊，好凉啊！我给你拍照片，给你留念一下，我不发的，放心。好，没事，发也没事。发了。我掉粉，改头换脸啊！来，自从青春期长胡子以来，我这个脸就没有这样享受过。我今天看您这碗面以后，我觉得你整个跟开了美颜一样，就近距离看，确实更水润一些啊。感谢扬州啊，感谢扬州。哎，可是那个我要对不起你了，要公开说，扬州啊修脸啊是72刀半哦，必须72刀半。大概我就问那个师傅是差不多了吧，72刀半，他说花了300多刀。老说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就这么来的。差不多了。最后是啥呢？我比人家女生做头发用的时间都长。哦，哎呀。听说你们洗澡去了，我们洗澡去了。咱们同时都做了一个啊，就是扬州人应该是大年30。大年30，对，剃头洗澡，穿靴子，我们那儿叫啊。有搓背不？太有了，岂止搓背啊，那我都不告诉你。请看 VCR。刚进去的时候呢，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觉得呢，刚认识2次是吧？啊，还没那么熟。就得全光了，就是坦诚相见。后来发现很熟，就烫熟了，你知道吗？就完全是烫熟。它是要泡在里面。哇塞，那个池子啊，有多烫？我跟你说，有多烫？我跟严老师俩人就是2种北京的那种美食的那种吃法。我是涮肚，就是7秒钟就捞出来就熟了。我根本就不敢下去。我给你学一下当时我们那感觉，就是。哎呦，不行，根本就不行。你看这个理发呀、刮脸呐、泡澡啊，都是服务业啊。这个扬州服务业这么发达，是不是和运河有点关系？一定是很大关系。对，因为扬州其实有几种服务业啊，一个是依附于传统的盐商这个产业链的服务业，比如说自古扬州出师爷，师爷理论上也是一种服务业。对，那它服务于谁呢？服务于盐商。为什么呢？因为在盐商在扬州有大量的税务和要跟政府打交道，有大量的文书要处理，所以其实这些盐商他需要非常多的他的等于私人的秘书来帮他处理这些政务的关系。所以扬州自古以来就出了很多这样的师爷，并且这些师爷顺着运河去到了上海，去到了全国各个地方，劳务输出。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就是所谓的基础的针对平民的服务业。你比如说我们昨天去的澡堂子，其实，这个泡澡也是大运河的产业链的一部分，因为有很多重体力工人，他在卸完盐以后，他需要立刻的去有这样的放松和洗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恢复体力。哎，是的，所以它其实这些都是围绕着这种底层的劳动人民所建立起来的一些服务行业，包括修脚。那他们也随着运河去到了上海，所以上海啊，很多以前民国时期的一些服务行业都是扬州来的啊。刚光宁，我们都是江北人嘛，对，后来遍布到了全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印象当中呢，过去的扬州是一个销金窝呀，就是个消费型城市，它呢是和大运河上其他城市相比来说最大的不同，我的看法哈，就是它实际上生产力真的不强。扬州最重要的产业就是盐业。在明清时代，特别是在清代，其实它把国家划分成若干个盐政区。不同的盐政区呢，它有不同的产地，有不同的盐商，甚至不同盐政区的盐的价格都不一样。扬州呢，就是最重要的两淮盐政区的中心。过去学者估计说，如果在清代统计各大城市 GDP 的话，扬州一定排名第一。有意思。盐业就跟我《隋唐演义》，我们说程咬金出事。他就是贩私盐，程咬金出去吆喝嚷嚷，真正不上税的好私盐。好，这个当官说你这太无耻了，我的，你可拿我们当人啊！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强行把我2只眼都撑开了，我能看不见吗？但我小时候也是听着说，我也不理解，我说这个盐为什么盐家里人不拿回来就吃吗？盐干嘛还要管着不让卖呢？后来我知道那时候是国家管控物资要很重要的管控物资。过去经常说盐呢，就叫中盐。中盐就是以盐为中介的意思。然后呢，让这个老百姓怎么样来养活朝廷、养活军队。围绕这个制度呢，就设置了食盐营销的许可证制度。而且呢，在清代这个中期啊，像乾隆时代盐商鼎盛时期，这个许可证呢是只卖给特定的盐商，不是说大家自由买卖。高级的盐商可能只有几十个，有时候甚至只有10几个。它可以转卖，你知道吗？它可以转卖，它可以转租，它可以就挣钱嘛。就一方面你买这个执照，你要交钱，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盐客，盐客的收入啊占国家总税入的比例很高。另外呢，你这些盐商啊，这个他们自己当然也从中发财了。发完财之后呢，他和宫廷又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比方说，国家现在要打仗啊，或者有其他皇帝要过生日了，那个时候有个词啊叫报效，就是你们这些有钱的盐商，等于说要给皇帝打钱，就直接打钱啊。这些收入加起来啊，一年有个好几百万两银子。三位老师应该看到瘦西湖的白塔了吧？有看到。我刚一上来以为我穿越，哇，这景不得了。那个白塔就是当地的盐商为了讨好乾隆爷，据传说乾隆爷有点思乡，想起了这个自己就是北京的白塔寺的白塔。盐商听说了，但盐商谁也没见过那个白塔，就贿赂了他身边的小太监，据说给了有1万两银子那么多，连夜画出了北京白塔寺的这个白塔的形状，然后这个连夜造出了一个白塔。就第2天，当皇上站在西春台上往东看去，他看到的景观啊。似乎是和当时他在北京看到景观一样，因为五亭桥那个时候，据说那5个亭子是仿照景山上的5个亭子依次而建的，那么右侧又是白塔，就非常的相似。我们从小就听这个故事，扬州的白塔是盐商用盐垒的。哎呦，我们小时候去这个春游的时候，真的拿舌头去舔那个白塔，说这也不咸呀，就是咸的，咸的。班主任也是这么说的，你就是咸的。你看扬州这些盐商啊，就是他说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还真是这样。他们积累的这些财富其实也没有很好的去处，我觉得，所以都用来修园子。穷奢极欲啊，我觉得用在很多盐商身上可能也并不为过。当然从现在来看，留下了一个
个园这样的瑰宝，但当时花600万两银子建一个私家花园，这是怎样的一个数量？它可能是跟当地的这个整个扬州1年的这个 GDP 啊，可能都差不多的这么一个数，用来在乾隆高峰期啊，全国1年的盐客可能也就600-700万银子，是这样的。哦，那他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积累这样的财富呢，这完全是大运河带来的。是的。它一方面当然是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吧，最重要的是它连接了整个长江流域，就是整条长江上来的货物都可以从扬州这里北上，同时呢，这个扬州这一带的食盐也通过长江运销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咱们说京杭大运河这个名词呢，有时候也会带来一点误解，就觉得呢，这个大运河就是连接北京和江南的。实际上，大运河它最重要的一点是连接了整个长江流域和江南和北方地区。是的，南来北往啊，所以我来到扬州，我就经常想起，它一定上某个年代的欧洲某些很重要的城市，那种吸引力是你没办法拒绝的。对。到处看的时候就谈到，对不对？李白那个诗送孟浩然，为什么？因为孟浩然要来扬州，而那时候李白也刚离开扬州不久，送往迎来，对不对？还有美食，我们聊天聊到说，我在香港，曾经到现在应该也是了，南来北往的地方，每隔2天。哎，家辉，我来了。那严老板，你可能也想经过香港去其他地方，啊，顺便在香港留2天，那我好歹要请你吃饭。我老在香港转机，您怎么不早说呢？我下回我有地儿，我是。马上把他拉黑，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南来北往。所以那个欧阳修说的，他们一定要盖什么堂什么堂。平山堂，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为了作为饭堂啊。坐花载月，哎呀，说他请客的时候啊，要到北边那个邵伯湖里摘一捆荷花，然后呢，这个荷花就在客人面前传到你手里呢，你就摘一个花瓣；传到他手里摘一个花瓣，传到你这儿花瓣没了，你就喝一杯酒啊。哎，坐花载月，交代啊，一定要来啊，天天开 party。对啊，你没办法应酬啊，谁来了，然后要请客，谁要走了，要送别。而对于那些比方说文人来说，那真的是好像某个年份的那个柏林巴黎、魔都啊，因为聚集了最多的诗人，对不对？来这边比拼，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楼下这么多千古传颂的诗啊。所以能够穿越的时候，其中时空穿越给我选呢，这是其中一个。我希望回到唐朝的扬州，这就碰到大家那么多的文人。是的。扬州是处于南北地理和文化的一个叫交汇口。但凡在历史上中国处于大一统的王朝的时候，扬州大多数时候是兴盛的，因为它是地理文化航运和一切的政治的中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但凡国家陷入到战乱纷争的时候，扬州就是前线。楼船夜雪瓜洲渡，包括郑成功还把他的兵屯在了瓜州渡，还想挥师北上等等。所以扬州的这个运和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国运密切相干，但同时也和运河的在这个国家体系当中能提供流动性的价值密切相关。因为古代社会很僵化，人的流动性是很差的，你就在你的地方待着，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但运河刚才段老师说的沟通南北，其实给古代的社会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一种流动性，让人财物可以动起来，自然就有活力，自然就能制造财富。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扬州以前很好，但是你刚刚的意思就现在可能有点失落。那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这个失落，就是好还是不好，还是说我们真的就是上海 GDP 高，苏州 GDP 高，扬州就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逛老城的时候呢，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我是喜欢看一个什么呢？先从上帝视角，我们从那个地图，就截了那个航拍地图呢，看这个城市的肌理。你看苏州的老城呢，它尺度呢稍微胖一点，纤维粗一点。
你看，扬州呢是少见的，特别细密。通过这道门就到了春风十里扬州路了。春风十里扬州路说的就是这条路。东关街啊，哎，你看这个小街巷，就刚我们说的这种，就保持这种窄窄的这种小基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很窄，小草巷。物理学就是周长长嘛，那么它就大家接触的这种化学反应就会产生很多。后来我分析呢，就是扬州没有重工业。是的，它没有重工业呢，就相当于是我是被人遗忘了，但我有可能因祸得福。就你先胖的人，不算胖，因为其实我们的周期就差20年，20年前苏州跟扬州没啥区别，可能就是20年区别大。但是其实这么长一个历史阶段，那我这20年损失的东西，有可能就是我留下的那种城市积累。我们有去到那个仁丰里的老街，当我走进去那个老街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巷子的那个排列的那个方式，特别像一条鱼。就它有一种鱼骨状的感觉。对。走过来走去，就发现这个城市现在就很多很多的电动车，晃晃悠悠就从那个很窄的那个胡同穿梭过来，然后你看他们形形色色，然后也不匆忙。脸上都洋溢着就是那种很幸福的那种笑容，邻里的关系还在，对，就很好。我们以前很自卑的，因为扬州的车牌号是苏 K。它为什么是 K 呢 ？K 据说是按照 GDP 排的。我说 K 在哪里 ？A B C D， 就数好半天才数到 K， 一个数手够还不够，还得数第二只。那您考虑 LMN 了？所以我们的困扰是在于，由于当时一度的交通没有那么发达，尤其是运河不再承担航运的责任以后，就很多人去南京去游玩以后呢，他来扬州可能也就半天的时间。在扬州弄完了以后呢，就走了，他没有办法再逗留一晚上。但是现在由于运河带的整个文旅的这个兴盛，扬州现在可能是处于100年来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城市走这么多年，其实扬州就是因祸得福。因为它整个留下一块好的布，将来再怎么做什么衣服呢？不像我们现在都是一种残破不堪的那种，全是补丁的。没错。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很多事情都变了。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时代的问题。历史呢，作为一种背景和既定事实，那我们一方面可以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另一方面呢，也努力的让历史在当下发挥一些正面的作用，最终还是当事人的选择。对，但终究是有了现在的媒体，记录了事实。再过了1000年，有人看这个节目，也会有更别的评论跟评述，对，是不是？我们向1000年以后的观众说，如果您看到我们这个节目觉得不高兴，你不高兴就不高兴，对吧？对。我们这次来到扬州，看到众多文人雅士在扬州留下的名篇佳作。今晚聚在这里，有茅台1935相伴，以诗意佐酒，以岁月入喉，可以好好的畅聊一番诗酒文化。而且茅台1935和扬州还有个共性，他们都是通过古老的黄金水道，促进了古今中国经济的繁荣，搭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瞧我们走运团这一些人，以水为脉，把酒寻道，有一点点开心。好。这个其实咱们今天还有一位神秘的飞行嘉宾，还没来呢，我把他请上来怎么样？谁呀？哎，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扬州的大 IP 呢。我跟你说，隋炀帝。但这个还真跟我印象中杨广没有这么的俊朗啊，老觉得这个很狰狞的这个面貌一样。其实史书上说杨广长得是相当好的，是吗？比你我怎么样？稍微差一点点。那确实是不错。这个隋炀帝，你看他有好多的标签，哪个你们觉得他名不副实的，可以给他撕下来。咱先说这旅游博主吧，你们觉得这怎么样？他不是3下扬州吗？因为我原来看这个书的时候，他既然去，我就觉得扬州是个好地方，要不他不会从洛阳要奔那儿去。那这个其实不应该撕。对，那这旅游博主咱就给人留下来，留下来。算是。内卷鼻祖呢？他跟谁卷呢？主要是把他哥哥卷死。对呀，把他哥哥卷死。这个不对。
那这个御下无方，管理下面的一些群臣管得不好，管得不好。还有他最后死是不是死在他的手下的这些的将领的判断？他的手下对，宇文化及为首，带了一拨人，去杀他。他还说了一句话呀，他说呢，朕实负百姓，就是我百姓我是真对不起啊，但是你们这些人，对吧？这个富贵以及，我啥都给你们，你们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来杀我呢？对对对，来继续，植物爱好者。哦，他确实是植物爱好者，尤其扬州的市树是柳树，但在扬州从杨广之后，柳树就变成了叫杨柳。哦，对，杨柳是这么来的，因为他特别喜欢柳树，所以他赐姓给柳树。这个才华横溢呢，你们觉得？这我还真不了解，这隋炀帝算有才的吗？啊，这个是真有才华哦。他写的诗呢相当不错，而且呢，在他主持下也编了很多书。他自己曾经有一个故事啊，他跟他手下的这些文人学士士大夫讲，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因为我爸爸是皇帝，所以我才能当皇帝。如果咱们来比试一下，最终也是我最强。就是虽然这个皇帝嘛，他当然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但是如果他啥水平也没有，大概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他这个年龄很小的时候呢，就被封了很大的官，后来还在扬州做扬州总管。这个对于平定南方，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是，诗坛领袖。杨广呢，我们刚才不是说他对江南文化、南方文化很喜欢吗？他对江南文人呢也是相当的笼络的。甚至有一件比较好玩的事儿呢，就是他命令大臣编了一部书，一部地理书。这个地理书呢，讲到南方，就说这个吴人呐，就江南人呐，就像夷狄一样，他们都是野蛮人。这个杨广啥反应呢？他说：“你看看你说这个话，拉出去打一顿棍子。”打了一顿。我们家诗坛领袖之一，那就好了。对，诗坛领袖之一。如果说是马老师，就不用写之一。没有，我没有之一。马老师，您写的有诗集吗？快有了。那你把这个诗坛领袖这个牌子送给马老师。对，我把这个标签给您得了呢。您作为诗坛领袖，那我前面要加未来诗坛领袖。您不用未来，您现在就是啊。那你干嘛又这样讽刺我呢？把它踢倒了，怎么看？意思是诗坛领袖到了。您太瘦了，这要我这胸就贴上了。也对。您这肉不足，您这肉不够，你。贴这里。以后马老师出门，前面2个人打着牌子，左边牌子写湾仔之狼，右边牌子写诗坛领袖。行了，我们也折腾他一天了，请嘉宾退场，拜拜。行，那我觉得这个天也不早，人也不少，鸡也不叫，狗也不咬。我们最后，既然大家跟扬州有这么深的感情，咱们每个人用一个词儿形容一下对扬州的看法，说说自个儿理由怎么样？那我先来。我上头几回来扬州就是想泡那个扬州浴池，这回终于如这个愿了。扬州给我的感觉就是舒坦，真的就是洗完澡，从那里边走出来，蒙蒙细雨，那感觉浑身清爽舒坦。好，我用一个字啊，就是灰色的灰。为什么呢？这个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我们扬州，比如说从这种建筑的形象，它跟苏州建筑是有区别的。苏州是粉墙黛瓦，都是那种白的建筑啊，深色的顶。然后呢，扬州是以砖为主。所以它就是我们称之为多彩斑斓的灰。第二个呢是它这个空间的层面，就是建筑有个语言叫灰空间。那什么叫灰空间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空间，比如说檐下空间，既不室外也不室内，就是这种叫灰空间。介于。那么这个扬州其实有好多这样的这种，尤其老城里面这样的一种感受，包括我们今天去屋顶花园那种前厅那种灰空间很多。然后第三可能就是生活，因为扬州的这个生活，你看从这个特别接地气，我小时候才看到的这种洗浴，到这种现代的这种喝咖啡博物馆生活，它其实也是一种跨度非常大的一个东西，很难界定。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生活上它也是灰色的，那么就用个灰来定这个我的这个感受。对，好，上官老师有什么？我想到一个词，就弥散，就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状态的感觉，就对我来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扬州，然后我获得到很多都可能是一些感官上的东西，就我可能闻到、听到，然后眼睛看到，对，然后我会觉得很多那种时刻是碎片化的，但是它却能够在当下一下子就把我抓到了，对，很受触动的那种感觉，对，当我在紫罗兰，当我在平山堂。当我走在那个巷子里头的时候，对，我会觉得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还想再来一次这样。欢迎。马老师，因为我倒是想引用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科，他有一本等于是他的回忆录，讲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他讲到当时成长整个城市的文化，还有城市里面的集体情绪。他用了一个字，他中文翻译为呼愁。呼叫的呼，哀愁的愁。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嘛，伊斯坦布尔以前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那么庞大的帝国，那么辉煌，后来反正就烟消云散，瓦解了。那我这次来也算坦白讲，也是匆匆来去了哈。眼中看到了，其实不是当下的扬州去到哪里，不管是平山堂、什么瘦西湖、什么古代唐代、宋代什么诗还有听到盐商的故事整个人是在历史的想象那边。那我觉得刚段老师也提到说，以前多么繁荣，也造成后面的很快的衰落那我就真的会想起呼愁这个词那么辉煌的时代。到今天，扬州是另外一个面目。而我来到这里看到的，处在当下的扬州，想到的是以前的扬州。哎呦，太好了！我为什么您说这个特有感触因为帕慕克的这句话，也是我认为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回忆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帕慕克的原话是：我们一辈子不是对抗这种呼愁，就是成为这种呼愁。段老师，我想起我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聊起明清时期的扬州他呢脱口而出说大俗之地。我觉得这几个字很好，其实它不带任何贬义。这个地方呢，其实你的感觉就是他特别关注生活，想的没有那么玄远的东西，然后大家日常在这里充满烟火气息。然后每个人呢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这里。对，大俗的实质就是生活本身。那您这太对，你看您报一粮仓，人骨为俗。说得好。哎呀，我和诗坛领袖正好是对支点。诗人和俗人，对。您呢，周老师？我情感就有点复杂，因为在扬州生活到18岁离开扬州，然后现在在外地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在扬州生活的时间了，所以从时间上来讲，我理论上应该也是个外地人了哈。所以再回到扬州，我觉得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的话，可能得借用严老师的词儿，叫对支点。就是严老师的对支点是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对支点是在家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其实你最不了解、最不熟悉的地方，往往就是你的原点，就是你的祖籍所在地。是的，你们这次来其实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舞，让我不得不再次重新陌生化我自己所熟悉的世界和经验，重新把它梳理出一条有逻辑的线索，并且讲述出来。所以我觉得，当你离开家乡足够远的时候，也正是你慢慢走向你家乡的一个机会。所以感谢各位老师，感谢走运团的到来，让我能够离对支点再近一点，进一步。这个好，说得好。好，那我们为扬州喝一杯。好，来，还也为1000年后的观众喝一杯。来吧，喝一杯吧。1000年太久，只争朝夕。走运团意犹未尽，登上画舫，夜游扬州运河。
这个是游览的这种画舫，我都没坐过，这第一次坐。这船可以游到哪儿也不知道。这个是我们昨天走的东关古渡，再往北走一点。现在是往南还是往北啊？这是往南啊，往南，有点远是吧？老师傅快看！哦，哎呦！哎呦！哎呦！又是我的打卡时间。有点那个长安3万里李白的那种感觉了。要跳，我们要跳的，把钱扔过去，大老师。我身上所有的金银都赏于你。真是风和。不过历史上扬州消费就高，你看李白来扬州待了没多长时间，花了20-30万，你看他的那个消费高。所以腰缠10万贯，骑鹤下扬州，住他1个月，一定全花完。哎，又有了。这谁啊？啊，这是李白，这是李白吧？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哇！哦！拜拜李白，拜拜李白。我真不知道他现在这河上这个开发的这么好啊！开眼界了吧？啊，这乡下人进城了吧？哦，哎呦，哎，有什么？哪里来的战鼓擂？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我天！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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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热。哎呦，哎呦，哦呦，哎呦，哦呦，哦，龙舟，哎呦，好美，好美，好美。哦，哎呦，吓我一跳，好像去了迪士尼。对，是的。哎呦，哇，还下雪了！哎呦，哇，这太牛了吧！还给我来个特效。咦，哎呦，哇，好美，好美，好美。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光纤维，这是光纤维。我正在想2句有诗意的话形容一下。他说光纤维，这就是光纤维，2块钱10米。可惜没有月亮啊。是。哇，月亮来了！哎，您要的月亮来了！好，可以。天哪，这个扬州人太会玩了，不得不说。用水幕打的投影。理工男孩，理工男孩。哎，前面还有。哎，这是什么？哎呦，哎呦，马老师快看！呀！好，哇塞！啊，不同凡响啊！我怎么当初没学跳舞呢？是吧？扬州呢，在历史上都是以这种游玩的画船知名的。扬州原来好多的那个在古运河道和瘦西湖游览的这种画舫，其实之前是盐商的这个运盐的船改造而成的啊。船的前半身是干苦力活来运盐的。后半生退休以后，就在河上慢生活，搞旅游，搞文创。我们来自拍。
哎，这是你来年轻人的怎么拍？我们就坐在这里就行。这样，来准备，1、2、3。大家好，我是运河精灵李李。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是苏州城的真实写照。在这《红楼梦》中描述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走运团又将和怎样的苏州相遇呢？我们同闪耀吧大运河一起，苏州见！我们就自告奋勇当起了导游，给自己封为小队长。我们这一组呢叫想下班，我们叫不摸鱼。我们上班了，去了解一下昆曲。听见声音了，起鸡皮疙瘩了。柳梦梅本梅。姐姐在这儿啊，姐姐在这儿。跑了。先逛一逛一铺。现在手摸着地方，可能是某位皇帝踩过的。我真想亲一下。你们需要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获得30张这个券。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中国大闸 crab， 大闸 crab。若到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来分喜糖，分喜糖，分喜糖。韩三四，哇，那个大钟。2025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学1、2招昆曲。我今年85，哦，工作了70年，哇，不得了，70年都是做这个，都做这个，就做理发。哎，师傅给我看看你的手力啊，一定很用力。哎呦，手力很，又腕力很厉害。哎，我来，因为那个电视剧《繁花》对吧？《繁花》哈，演过。后来就播出之后，都好多人都对扬州的修炼啊、生活很感兴趣哈。哎，对。有没有特别多的人走？有啊。很多人是这样啊，我有好多的顾客，就是特别是上海啊，全国各地，还有最远的是深圳，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哦，就是找我们特地跑来嘛，找我们店里师傅修面。哦，要享受一下，享受扬州三码头。